你知道孟加拉国的水产养殖有多疯狂吗？为了养活人口密度比我国大9倍的人民，选择了高密度的养殖方法。从小鱼苗饲养开始，就采用了高密度的养殖方法，直到成年后，饲养幼苗选择在小水池里进行。为了养活池内大量的鱼苗，每天都要准备大量的饲料，而每个饲养池都要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。能养活高密度的鱼苗，全靠一套完整的供养系统。水流的循环作业必须昼夜不停地进行。饿极的小鲶鱼直接抢食掉落下来的饲料。鲶鱼的适应性非常强，在含氧量极低的水域里还能生存下来，含氧量1毫克1升以下也能生存。投喂的过程中，能瞬间激活池内所有的小鲶鱼。每个饲养池统一安装了塑料水管，不断地让池内的水进行循环。为了提高饲料的营养成分，还会加上一些蛋白粉。装满饲料的胶桶放到饲养池的中央，香味扑鼻的饲料让池内的小鲶鱼纷纷前来夺食。有些小鱼直接跃到盆内抢食，这样的抢食场景很少见。外面的池塘是市场较大的鲶鱼，每一个饲养池里都准备好了饲料，投喂的时间也开始了。瞬间抛洒出来的饲料直接激活池内所有的鲶鱼，一大筐的饲料只能饲养一个小水池里的鲶鱼，而且一天要投喂2次。在隔壁的楼房里饲养着1个月大的鲶鱼，用到的饲料颗粒也是相对比较大。一大早，工人就开始将饲料分配到每个饲养池里。鲶鱼属于温水性鱼类，在水温23度到28度是最适合生长。为了鲶鱼能快速的生长，每天都要投喂大量的饲料。听到倒饲料的声音，池内的鲶鱼已经开始躁动不安。虽然鲶鱼的耐氧性比较强，但是这种高密度的饲料也要有一套很好的供养系统。投喂这种大颗粒饲料必须用水进行浇湿，打湿后的颗粒饲料会迅速的膨胀起来，而且鲶鱼进食的时候会更加容易消化。投喂的时候，工人会将水循环系统的开关关掉，然后走进池内，将岸边的饲料搬进水池内进行投喂。抛洒出来的饲料瞬间激活池内的所有鲶鱼，上万条鱼儿不断的在池内翻滚抢食。1个月大的鲶鱼比小鲶鱼抢食还要激烈许多，不一会儿，一大盆的饲料就抢食完，第2盆饲料又开始准备。每个饲养池都要投喂2大盆饲料。投喂1盆饲料后的鲶鱼没之前抢食那么激烈了。刚投喂第1盆饲料，池内鱼儿抢食的场景如同烧开的水那么激烈。让我们欣赏一下鲶鱼抢食的全过程，这可能是鲶鱼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高密度的养殖方式为它们带来丰厚的利润，同时减少了养殖的地方，同时也符合人口密度高的国情。较大的鲶鱼会在池塘里饲养，同样以高密度的方式养殖。一辆装满肉食的饲料来到池塘里，这些肉食饲料是从屠宰场里运来了。这些肉类都是动物的边角料，它们抢食的场景一样激烈。整个池塘只有一处可以投喂的地方，几万条鲶鱼聚集到一处抢食。鲶鱼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，肉类饲料让它们的成长更加的迅速。经过2个多月的饲养，鲶鱼就可以上市销售。在较大的池塘里饲养，要通过船只进行投喂，将几十包饲料倒入船舱里，还要准备好营养液，进行搅拌均匀。随后只能划着船桨去到池塘中央处投喂。划到中央处就开始将饲料投入水中，闻香赶来的鱼儿瞬间激起浪花。池塘内不仅饲养着鲶鱼，还有其他杂食性鱼类。这样投喂的方法确实让人兴奋。溅起来的水花将摄像机也搞蒙圈了。从远处去看，溅起来的水花如同烧开水的水蒸气。这种高密度的养殖方法不仅节约了人力和物力，同时减少了饲养的场地。船只一边向前滑行，一边投喂饲料。这种投喂的方法比较容易消耗体力。饲料投喂一半后就开始轮流进行投喂，投放饲料10几秒后就开始聚集大量的鱼儿。船只离开后就开始溅起大量的浪花，连见过世面的渔民也开始惊叹不已。抢食的场景如同世界大战。为了能让船只顺利的通行，在水塘的中央2旁用绳索固定住，通过拉绳子的方式将船只向前行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